公元前20世纪，克里特人的海上贸易盛极一时，贸易范围扩大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在经过荷马时代的倒退后，希腊的迈锡尼文明重新成长起来，并霸占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到了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已经开始向海外大规模移民了。古希腊人的海外移民地往往由城邦发起，所以他们的殖民地在政治上和母邦是平等的。各地城邦与殖民地之间是互通有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其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爱琴海地区。一般而言，其产生的原因不外乎是人口增加与耕地有限的矛盾、土地兼并和破产失利而导致的生存问题。当然，也会有一些工商业发展迫切需要的原料和开拓新市场的经济行为，还有一部分是国内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流亡贵族。在200年的时间里，希腊人殖民和城邦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参与殖民运动的城邦有44个，而建立的新城邦有200多个。在希腊城邦向地中海扩张的同时，西亚的波斯帝国也正在扩张。波斯帝国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帝国。公元前7世纪时，波斯人已经定居在伊朗高原西南部。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新亚述帝国的统治。居鲁士2世创立了帝国。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在远征中亚的战事中阵亡，他的长子继位。居鲁士的长子死后，统治权辗转到了大流一世的手中。正是居鲁士2世和大流一世通过合理而有远见的行政规划、出色的军事行动以及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在不到30年的时间，将一个不起眼的部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除中国以外，所有文明古国都被波斯征服，沦为波斯的行省或附庸。公元前547年，波斯帝国进攻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其首要目标为伊奥尼亚地区的各个希腊城邦。伊奥尼亚地区经济甚为发达，波斯国王向伊奥尼亚地区各希腊城邦提出要其改变民主制为君主制的要求，以找借口向其宣战。伊奥尼亚诸城邦无法接受，于是便以米利都为首进行抵抗波斯运动。米利都自知不能抵抗波斯，因此便向斯巴达求救，但斯巴达却拒不出兵，反而是雅典及埃雷特里亚两城邦出兵援助。两城邦虽然派出大批士兵及军舰援救，但坚持数年后仍然不敌波斯大军。在公元前494年，波斯完全征服了该地区。波斯王为了惩罚雅典人和埃雷特里亚人，因此决定出兵希腊，并烧毁雅典城作为报复。他首先运用外交攻势离间希腊诸城邦的关系，然后在公元前490年，波斯王大流一世出动大军进攻雅典和埃雷特里亚两国。埃雷特里亚很快被波斯军队攻陷，并且被彻底掠夺，所有市民均被贬为奴隶。公元前528年，雅典城的建筑毕希特拉普逝世，他的2个儿子继承了他的权力。公元前510年，雅典人在斯巴达国王的帮助下驱赶了暴政，由另一位贵族克里斯提尼获得政权。毕希特拉普的一个儿子被放逐后逃到了波斯宫廷中。伊奥尼亚叛乱一结束，他就怂恿大流士攻占雅典，他保证雅典将会归顺于大流士，只要大流士答应帮助他复辟。大流士接受了他的提议。早在伊奥尼亚希腊人大起之前，波斯王大流一世就开始了向西方远望，渴望将帝国的疆土扩展到遥远的爱琴海。公元前490年，波斯人的舰队护送他们的运兵船到达奥波尼亚海峡。通过奥波尼亚海峡后，波斯的舰队朝着埃雷克里亚驶去。眼看战争迫在眉睫，埃雷特里亚决定奋起抵抗，守卫自己的城市和家园。为此，他们向雅典派出信使请求援助，雅典人同意了。雅典人在组建军队的同时，也派信使前往斯巴达和普拉蒂亚请求支援。斯巴达和普拉蒂亚都表示同意。当时斯巴达正面对波斯人和亲波斯城邦的挑战。斯巴达国王已经决定用实际行动捍卫希腊，但佩洛奔尼撒半岛的另一个大国阿尔戈斯一直对
对斯巴达人十分仇视。波斯人早已经和阿尔戈斯结盟，以帮助阿尔戈斯重建霸权为条件，让他挑战斯巴达。当雅典球员信使赶到时，斯巴达农奴正蠢蠢欲动，准备造反。受到双重牵制的斯巴达以祭祀为由，婉拒了雅典的出兵请求。公元前490年的8月，雅典公民按照各自的部落组成编队，加入了城邦公民大军。在预估敌情的过程中，众将认为波斯人多势众，需要相当宽阔的土地施展布阵，而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的可能性最大。雅典人将那里视为重点的防御地区。历史上被流放的建筑毕希特拉普就是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带着雇佣军击败雅典的公民大军。此时这位建筑的儿子现在就在波斯军中担任向导和顾问。从地形上看，马拉松平原是外敌从北向南进入雅典的必经之路。9月10号到11日前后，波斯人开始在马拉松平原卸载军队和物资。急行的雅典人也已经到达了平原的南端。为了及时完成波斯大王的任务，波斯将领分兵两路。鉴于之前伊奥尼亚大起义中，波斯人曾在两军相持不下时派骑兵包抄到希腊的阵型后方攻击，所以希腊人选择以山地保护左翼，以大海保护右翼。最新取得进展的是雅典左翼，因为波斯右翼最靠近内陆，离海洋最远，如果撤退的话需要走最远的距离，所以这群人的战斗力最不坚定。波斯军受到雅典军的左右两面的夹击，阵型大乱，无法有效攻击。恐慌的波斯士兵最后放弃了战斗，转身往岸边的波斯战舰奔去，而雅典军此时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到此时，这场战役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波斯军队的败局已经无可挽回。在海岸边来不及逃跑的波斯军不得不与追击来的雅典军再次战斗。已经毫无招架能力的波斯方面，这次更是败得一败涂地。在损失4成兵力和7艘船后，大流士终于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海上。据说，当雅典军在马拉松平原打败波斯后，使者费里皮德斯由马拉松平原跑回雅典报捷，全程约42公里。当费里皮德斯回到雅典，将胜利的消息转告雅典人后，当即死去。为了纪念他，希腊人在1896年举行了第一次马拉松赛跑大会。马拉松在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已经正式成为竞技项目之一，但长度并没有精确的固定。前几届奥运会的马拉松长度大约是40公里，大致是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距离。直到1921年，马拉松的长度才被严格规定为42公里。这一标准一直沿用到今天。与现代奥运会不同，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竞技大会，在它延续1000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是古希腊的一个全国性节日。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开始，不间断地举行了293届，长达1200多年。最初奥运会的竞技项目主要是田径，后来逐渐增加了摔跤、赛马、决斗，最多时达23项。最激烈的项目战车竞速比赛经常出现车毁人亡。一届奥运会的长度一开始只有1天，后来增加到5天。古代奥运会召开前，依照宗教规定，人们聚集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前举行庄严肃穆的仪式，从祭坛点燃火炬，然后奔向希腊各个城邦。火炬手高举火炬，一边跑一边高呼停止一切战争。参加运动会，火炬像一道严格的命令，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火炬到哪里，哪里的战火就要熄灭。在古代奥运会，运动员都是赤身裸体进行竞技的。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获得奥运会冠军的称号是宙斯神最喜爱的勇士，是全希腊优秀的公民。因此，所有参加奥运会的竞技者都认为比赛的目的就是获得冠军。古代奥运会冠军的奖品是橄榄树编成的花冠，这是古代奥运会上最神圣的奖品，得到它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返回家乡，优胜者要受到隆重的欢迎，城邦政府还要给予优胜者丰厚的待遇，如免除一切赋税、终身由国家供养、在剧院保留最好的位置等。